庄总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映雪，找到映雪了吗？对不起，庄总，这几十年我们找遍了全国，还是没有庄映雪女士的下落。映雪，妹妹，这辈子终究是没能再见你一面。怪我笨手笨脚，不然我也能缝东西帮家里减轻负担。哥，你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，可是俺们村里头一个呢。现在你就安心准备上大学吧。唉，这场旱灾闹了1个月了，希望早点过去，不然妈都没办法让你们吃饱饭。老总，你看，那个就是我姑娘，今年正好18岁，细皮嫩肉的，指定能给您生个大胖小子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谁要生孩子？行吧，倒是也值2000块钱。来吧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嘞，好嘞，来，就绑起来吧。庄大民，你疯了！你赶紧让他们走，这是你亲闺女啊！亲闺女，这场旱灾闹得家里1个月没吃上1顿饱饭，我管什么亲闺女？能还钱的就是好闺女，你们赶紧给我让开！放开小雪！映雪，你被卖了之后没多久，妈就郁郁而终，只留我一个人。我在1个晚上离开了家，在外漂泊多年，才成了首富。可是我好想你们。准备出山，200枪。这辈子我赚了那么多钱，却换不回一个完整的家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庄总，我管什么亲闺女？能还钱的就是好闺女，你们赶紧给我让开！放开小雪！我这是做梦了？这是庄家？难道我重生了？穷的叮当响，家里还养着个赔钱货，早晚把他卖了换钱。养着你有什么用？能吃不能干，就是一个赔钱货。老子早晚把你卖了换钱。庄大民，你够了！别喝点酒就回来乱发脾气。你还敢跟老子顶嘴？老子打不死你！庄大民，我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了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大民，你少喝点酒吧。你管得着吗？老子辛辛苦苦种一片地，喝点酒解乏咋了？你少给老子上眼药！给老子起开！老子今天非得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一家之主！庄大民，你别喝点猫尿就发疯，这是你女儿。女儿就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，将来嫁了人，老子捞到什么好处？老子打的就是她，你挡着是吧？老子连你一起打！爸，我能给家里赚钱，我们家马上就要好起来了，你不许再打他们。你什么意思？嫌你老子赚钱少？要不是要给你们2个嫂子养大，老子至于把日子过成这样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我花在你们身上的钱，你们都得给我还回来。大民啊，你那个女儿长得确实不错。这样吧，别人都是1500，我给你这个数。好嘞，赵哥，以后您就是我亲大哥，你想什么时候来接人都行，我给您都准备好。算了，老子懒得跟你们计较。看看，哎，都肿起来了。雪儿，你别怨你爸，你看他还是心软了，没真打你。妈去给你煮个鸡蛋，敷一敷。庄大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不敢打雪儿，不是因为你心软，你是怕把她打出伤来，卖不上好价钱。这个畜生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小强，你干啥去啊？妈，我找村长有点事儿，今天晚上得晚点回来。雪儿，你放心，哥在呢，哥绝对不会让你被卖了。别瞎说，你爸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哪能真干出那种事儿？哥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
这么多年，爸不一直是这样吗？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。妈，上辈子我们也是这样，早就习惯了爸说这些话。但是1周后，他真的把雪儿卖了，2000块，就2000块。从那以后，咱们家就散了。老天有眼，让我们一家再次团聚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阻止这一切。哟，这不是庄小强吗？来干啥？文化哥，我来找村长，我想当拆件师。哦，哈哈哈哈！你当拆件师？你摸过电脑吗？是，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，但是有没有出息啊，还得两说。我告诉你，拆件这东西，没个3年5年学不会。我可是交了学费，实打实学了2年才学会拆单，你就别来丢人现眼了。哎，小强，你咋来了？叔，我想当拆件师。叔，我刚才就跟他说了，他干不了。咱这拆件师好歹得有点底子吧？他啥也不会，这不是闹吗？小强，文化说的对，拆件不是简单事儿。你连学徒都没当过，上来就想接单。村长叔，您让我试试，不行我就走，绝不耽误您时间。行，那你试试。文化，把你昨天拆废那张单子拿来。这个单子文化拆了一半，拆不下去了，你把它拆完，拆对了咱再说。装模作样，我看你能撑几分钟。不对，这不可能。叔，我拆完了。叔，肯定错漏百出吧？我就说他不行。这怎么可能？叔，啥意思？他真拆出来了？他不仅拆出来了，而且分毫不差，又快又好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小强，你跟叔说实话，你以前学过拆件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会这些？这软件你都没见过吧？我就是看了一眼，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软件逻辑挺简单的。简单？我学了半辈子才能收学徒，他竟然看一眼就能拆这么快。小子，你是个天才，天生的拆件天才。小强，这些单子你都能接吗？能接。太好了，咱村家具厂刚接了个大单，2万块的别墅全屋定制，正愁人手不够。叔，您不是说这个单让我接吗？你一个人拆得完？40多件家具，工期只有半个月，你不得拆半年？可是我绝对不会拆错啊！叔，那可是2万块的大单子，要是拆错一个件就都毁了。你放心让一个新手去做，到时候赔钱事小，要是砸了您的招牌，以后咱们还怎么接单啊？这样，我拿出来一个单子，你俩现在一起拆，谁拆得快，并且没有任何错误，谁就接这个2万块的大单。我跟师傅学了半年，还能输给一个刚上手的菜鸟？行，比就比。小强，你敢不敢比？村长叔，2万块的单是哪个？这个3层别墅，42件家具，包括楼梯扶手。2万块，够咱家度过旱灾，还能有余钱，再也不用担心爸因为缺钱卖雪儿了。我比。好，你们俩现在一起拆这个书柜的单子，谁先拆完谁赢。开始。这2年我拆的最多的就是书柜单子，闭着眼都能拆。你一个新手，拿什么跟我比？这小子怎么这么熟练，好像拆过几千遍似的。臭小子，我就差最后一块了，
敢从我手里抢活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叔，我赢了，我拆完了。叔，我也拆完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速度和我不相上下？你肯定漏了数据。文化拆的没问题。叔，您可得仔细看看他的，他肯定拆的不对。小强，你怎么样，叔？我就说他不行吧。小强，你拆完了？拆完了。拆的是书柜，是。那这是什么？这，我拆的是整套，书柜、书桌、椅子、书架，一共4件。文化，比速度，你拆1件的时间，人家拆了4件，而且没有任何错误。他这是耍赖，说好比1件，他凭什么拆4件？你说的对，说好比1件，但我早就拆完1件了，所以顺手把其他的也拆了。行了，愿赌服输，2万块的单归小强了。钟小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小强，这是全屋定制的图纸，3层别墅，42件家具，半个月工期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前世我靠建筑设计发家，这些家具拆件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叔，我保证按时完成，但我也有一个条件，只要您答应我，这单我就接，而且我还提前3天完工。你有什么条件？我要求现在支付我2000块钱的拆单定金。你穷疯了啊！还没上手呢就要定金？定金？小强，不是叔不帮你，咱这行规矩都是活干完才结钱，你还没上手就要钱，这叔，我就说他不可靠吧，还没干活就要钱，指不动拿了钱就跑路了，这种人就该直接赶出去。叔，您刚才也看到了我拆件的速度和质量，如果您不信我，我可以当场再拆10个单子，各种家具类型的，您随便挑。要是有一个拆错了，我立马走人，再也不提这事儿。这小子说话做事一点都不像18岁的孩子，沉稳有底气，看来还是得有真本事啊。文化，去把库房里那些旧单子都拿来。衣柜、书柜、酒柜、电视柜、床头柜，每一个都拆得又快又准。这小子简直就是为这行生的。叔，拆完了，一共12个单子，您检查一下。小强，你他娘的是个天才，叔干了20年，没见过你这么有天赋的。这是2000块，叔给你。这单子你好好干，干好了，叔以后把所有大单都交给你。2000块，就是这2000块让我家破人亡。这一世，我要用这2000块保护妹妹，保护我的家人。叔，谢谢您，我先回家了，我一定按时完成拆件。最后3天时间，你再还不上，我就要你这条胳膊。谢谢那个，谢谢那个，我一定还上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吗？可别告诉我迷路。李晴天，我要你替我办件事儿，这2000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万块当报酬。赵哥，往这边走。庄大民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村那李晴天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主，要是让他知道我来他的地盘做生意，咱俩都得完蛋。赵哥，您放心，他才懒得掺和这种咱们你情我愿的事儿。我女儿就在屋里，我这就给您带出来。大民，门口这些人都是谁啊？这是我朋友庄映雪，出来！爸，我不去。死丫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出来！哟，行啊，果然是个细皮嫩肉的主。庄大民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把雪儿给卖了？滚一边去！什么卖不卖的？我是给他寻个好人家。这就是你说的好人家？畜生！这可是你亲闺女啊！爸，
求你不要把我卖了，我会听话，会努力赚钱，不再惹你生气。光吃不拉的赔钱货，老子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到你回报老子的时候了。干什么？打坏了2000块，老子可不给。什么？2000块？就为了2000块，你就把雪儿卖给这样的人渣？庄大民，你还是人吗？去你妈的！老子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？这场旱灾闹死了多少人？要不是博哥这2000块，老子吃什么喝什么？带走。我不要！我不上！哥，救我！别他妈在老子面前提那个小畜生，惹老子生气，老子把他也卖了当个倒插门。庄大民，你丧尽天良，你会遭报应的。雪儿，都是妈的错，妈保护不了你。博哥，你看人你也带走了，这钱……妈，你没事吧？哟，小娘们儿脾气倒是挺硬，那我就提前教教你规矩。我看谁敢带走我的妹妹！哥，你回来了！混账东西，你不想活了？闭嘴，庄大民，雪儿好歹也是你亲闺女，你也下得了手？呸！我给闺女找个好人家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天经地义。赵博，外号赵拐子，专门往山沟里倒腾媳妇儿的，丧尽天良，这就是你说的好人家？小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知道老子是谁，还敢这么嚣张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活太岁！赵拐子，你这些年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你今天敢动雪儿一根头发，我让你走不出这个村！在这块地界，除了李晴天，我赵博还没怕过谁。今天你妹妹我要定了，就你还想拦我？哥，他们人多，要不我还是跟他们走吧，我怕你出事儿。雪儿，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，一定。赵博，你不是要带走我妹妹吗？行啊，你过来。这就走了，算你小子识相。这世上没有人。给我打死他！哥，你快跑，我跟他们走。妹妹别怕，这一次，哥哥再也不会放弃你。死兔崽子，你活腻歪了，敢对博哥动手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给我打！我要把这对娘们卖到窑子里！赵拐子，你胆儿挺肥，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抢人！李晴天，这是我跟庄大门的生意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别多管闲事。多管闲事？你在我的村子里抢人，你说我现在是多管闲事？怎么，另一只耳朵不想要了？你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，是又如何？行，有种！李晴天，我赵博今天认栽，但你记住，这事儿没完。我们走。站住！小子，你没完！我警告你，再敢打我妹妹的主意，下一次就不只是耳朵了。我们走。大民叔，钱拿着不烫手。这是你爹，怎么处理，你自己做主。小强，爸错了，爸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你赌博输钱的时候也是一时糊涂，你耍酒疯的时候也是一时糊涂，你打了妈20年也是一时糊涂。庄大民，今天开始，你给我滚出庄家！你说什么？你个不孝子！这是我家，我庄大民的家，谁敢赶我走？让你滚你就滚，磨叽什么呢？听天哥，这是我家的事儿，你别管。你家的事儿？我今天来不就是管你家的事儿吗？你是自己走出去，还是我把你请出去啊？凭什么？就算你是李晴天，你也没资格把我赶出自己家门吧？没资格。庄大民，你在这村里住了几十年，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那你应该知道我李晴天为什么能在道上立足吧？既然你这么不想滚，那我就打折你2条腿，
你觉得怎么样？青天哥，别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哼，这就对了。我走。庄小强，你今天赶老子走，以后不别后悔。庄大民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行，你行，咱们走着瞧。小小年纪下手倒是挺狠。事儿我已经给你办妥了，答应我的钱少1分，我的手段你是清楚的。放心，该给你的1分都不会少。我们走。小强，你答应给李晴天多少钱？我给了他2000定金，之后再给他1万块。1万？你上哪儿弄1万块去？我给村长拆建接了一个大单，2万块的别墅全屋定制。干完这一单，别说1万，咱家以后的日子都不用愁了。2万块？那个什么单子能一下子挣2万？哥，我路过村长家的时候看到过那个拆单电脑，你竟然会用吗？你是不是很厉害呀？所以才能一下子挣这么多钱？还行吧，你哥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那哥以后是不是就能挣很多钱了？对，挣很多钱，到时候给雪儿买新衣服，买好吃的，送你去上学。真的？真的。小兔崽子翅膀硬了，敢赶老子走，还让李刑天来吓唬老子。行，你行。不对呀，李晴天向来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主，这个小兔崽子哪来的本事把李晴天请过来？难道说……明天我得跟着这小子，看看他哪儿来的钱。小强来了，昨天的事我听说了，你爸那个人，哎，你没事吧？叔，您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小强，听说你爸要把你妹妹卖了，你倒是挺有本事，连李兴天都请来了，还把你爸赶出家门了。文化哥，你消息挺灵通啊。昨天那么大阵仗，全村都知道了，你也够可以的，跟李晴天那种人混在一起，不怕惹一身骚。文化哥，我请李晴天来是保护我妹妹的，你要是有意见，可以去跟李晴天说。行了，你少说2句。小强，你抓紧干活，别理他。这小子来村长家干什么？这玩意儿能挣钱？小强，你这手艺到底是从哪儿学的？叔干了20年都没你这么利索。叔，我就是自己看书瞎琢磨，瞎琢磨能琢磨出这水平？你小子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。照这个速度，这个单子3、4天就能干完。我加把劲儿，争取今天就搞定。今天？你要是今天能干完，2万块的基础上，叔给你再加500块。2万块，这个小兔崽子，老子生他养他，他挣了钱就该孝敬老子。现在倒好，把老子赶出家门，自己吃香的喝辣的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钱拿到手。叔，拆完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小强，你是这个。谢谢叔。村长说，忙着呢。云腾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后天才到吗？提前办完事儿了，就早点过来。这批订单的图纸量大又复杂，我得亲自盯一下。你来的正好，这笔单子提前拆完了，你看看。怎么可能？这才几天，这竟然真的拆完了！
等一下，这不是普通的拆件，这是 BIM 建模。什么 BIM 建模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公司正遭到国外技术的封锁，陷入了技术瓶颈。要是再不实现技术突破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这 BIM 建模正是我们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。村长，这是谁拆的单子？我正要和你说，这是庄小强拆的。他今年刚高中毕业，我就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人。哎，他刚出去，你们两个没撞上吗？村长，他住哪儿？麻烦您带我去一趟。这些都给我包起来，再拿2条发绳，还有一个书包。好嘞，小伙子，你是给妹妹买的吧？是，我妹妹喜欢这些东西。这些年，他们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以后我要让妈和雪儿过上好日子。庄小强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村长带着几个什么总在你家吃饭呢？你爹搁这鬼鬼祟祟，被我逮住了。这是之前说好的报酬，另外的钱是之后的定金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们。你快进去吧。妈，雪儿，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东西。您好，您是？小强你好，我叫杨云腾，做建筑工程的。你拆的那批图纸我看了，你用的是 BIM 对不对？我记得杨云腾之前说过，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最新的技术，发展停滞了好几年，差点放弃这条路。后面是他妹妹杨雨洛出国留学，学会了最新的建筑技术，才帮助他的公司起死回生。没想到这辈子竟然能遇上他。杨总您好，您知道 BIMT？ 知道，我前几年去深圳开会，听香港的工程师提过，但在国内根本没人会。你一个18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个？我闲的没事儿，自己看书琢磨的。天才，简直是天才！小强，我就直说了，你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干？我的公司现在很需要你这种人才，只要你愿意来，我保证你前途无量。抱歉，杨总，我不去。为什么？杨总，我没猜错的话，您的公司这些年一直在原地打转吧？又怎么能保证我前途无量呢？那个杨总，小强还小，说话口无遮拦，您别和他生气。不愧是天才啊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说的没错，现在的建筑行业缺技术缺思路，大家干的都是粗活，谁有关系谁就能接到活，这样下去注定会有公司倒闭。所以庄小强，你的技术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，帮我度过这个难关？妈，我没听错吧？杨总这是在求哥帮帮他。杨总，您现在的项目是不是经常图纸和现场对不上，材料浪费严重，工期一拖再拖，最后算下来利润薄得像纸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些问题是所有粗放式施工的通病，要想做大就得改，从设计端开始，用计算机建模，把每一个环节都算清楚，材料用量、施工顺序、人工成本全在电脑里跑一遍，再下工地。而这就是 BIM 的核心用处。小强，所以你有办法帮我的公司起死回生，对吗？如今 BIM 的成本高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软件和人才，但这个东西3年之内就会在国内普及，谁先掌握，谁就是下一个时代的领头羊。恰巧我已经精通了 BIM， 所以杨总，如果我们合作的话，您的公司会在3年之内成为全省第一。小强，你这是答应了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杨总，我要的很简单，工程的最高话语权、钱，还有人。前2个都没问题，这个人是什么意思？我要保镖，很多保镖，足够保证我全家人人身安全的保镖。没问题，你跟我来，你亲自选人。这个小兔崽子肯定把钱都放家里了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把钱拿回来。庄大民，你害老子差点没了个耳朵，还有脸来？赵哥，
您别生气，我这次来是给您送好消息的。我儿子庄小强刚刚挣了2万块。2万？他哪来那么多钱？再说了，那小兔崽子都跟你断绝关系了，钱再多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话？我是他老子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他的钱就是老子的钱。赵哥，只要您帮我，到时候钱我们对半分。您拿1万块，雪儿也归您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呢？老子胳膊都伤了。上次咱们是着了那小子的道，这次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庄小强现在不在家，您只要找几个人支开李凌天，我们动手还不简单？行，不过价钱得改改，我要1万5，外加你女儿。你行，1万5就1万5，只要能把那小兔小子收拾了，多少钱都行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青天哥，有人在村口闹事儿。什么玩意儿？敢来老子的地盘闹事儿？走！走！刘月平、庄英霞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庄大民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子的家，老子想来就来。钱呢？交出来！你说什么钱？没有钱，我们怎么会有2万块钱？你还想骗老子？老子全都知道了。庄小强在村长那儿挣了2万块钱，你不说是吧？老子自己找。说，钱藏哪儿了？庄大民，你这个畜生！庄大民，你不许打我妈！你不出来，老子还忘了。走，跟老子走！就是你害得老子无家可归。今天我必须把你给卖了。庄大民，你这么拖着，把脸伤了怎么办？那还值钱吗？是，赵哥说的对。你还指望那个小兔崽子救你？哼！我告诉你，李青天已经被支走了，就算庄小强回来，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庄大民，你不是人！我跟了你20年，给你生儿育女，给你操持这个家，你就这么对我，就这么对雪儿，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！报应？老子这辈子就不知道什么叫报应。钱到底在哪儿？没有钱，小强挣的钱不在家里。不在家里？什么意思？钱没拿到？赵哥，您别急，那小子肯定把钱藏起来了。我再找找。找？你家都被你翻遍了，钱在哪儿呢？老子为了这2万块，把李晴天都得罪了。你现在跟我说钱还没拿回来？赵哥，您相信我，那大不了咱们等那小兔崽子回来，反正李晴天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等庄小强到了，咱们把他身上的钱都抢过来。没用的，哥许诺给李晴天好多钱，家里根本就没有闲钱。你说什么？你个蠢货，有没有钱你都不知道，就把老子忽悠过来。老子本来打算1分钱也不给庄大民留，现在倒好，压根儿没钱。既然没钱，那就拿人抵。把他也带上，1个也是卖，2个也是卖。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便宜点总有人要。赵哥，他都40多了，能值几个钱？总比你值钱。麻溜点，一起带走。这个死婆娘，老子得先教训教训你，出气！哎，站什么？你脑子有病？打坏了还怎么卖？赵哥，我就是气不过，气不过，老子才气不过。要不是你，老子能落到这步田地？让你骗老子，让你说有钱！赵哥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让你害老子得罪李青天！把人带上，走！都给我站住！庄小强，你哪儿来的人？赵拐子，
看来你断了一只胳膊的教训还不够。我告诉你，我赵博在道上也不是吃素的。你一个穷学生，别以为找几个人就能吓住我。吓你？庄小强，你敢动我，我跟你没完！跟我没完？赵拐子，你这些年往山沟里倒腾了多少媳妇儿，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？今天，咱们好好算算这笔账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3年前你在临县拐卖的2个姑娘，5年前你在镇上骗走的3个女孩，还有去年被你卖到山里的1对母女。这些年你拐卖的所有人的信息、去向、买家全在这里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谁给你的？赵博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些证据够你在里面待一辈子。带走！庄小熊，等我出来，我弄死你全家！你以为你还能出来？赵博，你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庄大民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害死我了！要不是你，老子能落到这步田地？你等着，老子要是进去了，第一个拉你垫背！赵哥，这不怪我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小子。庄大年，你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谁报的警？我，赵博涉嫌多起拐卖妇女案件，这是证据。把人铐下来。警察同志，还有他叫庄大民，涉嫌买卖妇女和故意伤害。我这里有验伤报告，我妹妹、我妈都是证人。庄小强，你个小兔崽子！我是你爹，你报警抓你老子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凭什么？那是我老婆，我想打就打，谁管得着？就算我打死她，那也是她应该的，她得受着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不管打的是谁，打人是违法的。你涉嫌故意伤害，跟我们走。庄小强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报警抓你亲爹，你等着，老子出来饶不了你！小强，你爸他真的会被判刑吗？判刑应该是判不上，但他打了您20年，又要卖雪儿，这些事儿够他喝一壶的，起码得拘留一阵子。他再不好，也是你爸。妈，他哪一点像个爸？您想想这些年，他打过您多少次，骂过您多少次？今天要不是我赶回来，雪儿已经被他卖了。妈，哥说的对，爸不会改的，以后有哥在，咱们不怕了。好，妈听你们的。小总，事情怎么样？赵博和庄大民都被警察带走了。杨哥，这次多亏您帮我搜集赵博的证据。说什么呢？你是我兄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亲妹妹杨雨洛。你好，庄工程师。杨云腾怎么把他妹妹带来了？你好，杨小姐。你好，我是建筑系的学生，听说你精通 BIM， 你能教教我吗？可以。小强，我想正式聘你为技术总监，你们全家都来城里住，房子我来安排，你妹妹可以在城里上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吗？我们可以去城里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哥哥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了，你们一家人在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。杨总，从今以后，咱们一起干。好，小强，有你在，我们公司肯定能起死回生。好奇怪，他穿上西装竟然没有任何违和感，反而衬得他更年轻有为。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庄小强，咱们公司新聘的技术总监。各位好。这么年轻的技术总监，他看着也就18、19岁吧，能行吗？杨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这小伙子成年了吗？就让他当技术总监？刘天，技术总监看的是本事，不是年龄。小强的能力我亲眼见过。见过？
杨总，你应该不会是被他忽悠了吧？现在这年头，会吹牛的年轻人多了去了。刘天，你说话客气点，小强是凭本事进来的。行啊，才来第1天就能让杨雨洛帮你说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既然杨总和雨洛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位总监的本事吧。看来这是杨雨洛的舔狗啊！各位，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，没关系，咱们用事实说话。这是杨总手上那个商报楼项目，传统算法算出来的配金率是30%，但如果用 BIM 建模重新算，可以省下15%。怎么可能差这么多？不信，咱们可以现场算一遍。这是用电脑做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这个模型要是拿去投标，100%中。怎么样，刘工？我的实力你清楚了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不过是学会了更便捷的算法而已。如果我们能学会，我们也能算出来。刘工，我就是来教你们新算法的。大家看这里，这个点的受力分析，传统算法会把力集中在这个点上，但实际上它应该分散到这3根梁上，所以配金率可以降低15%，同时安全性反而更高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以前怎么没想到？小强，你这些东西要是写成论文，够发好几篇核心期刊了。大家能用上就行。他比我小2岁，还没上过大学，怎么会懂这些？哥说他是个天才，原来是真的。雨洛从来没这样看过我，这个农村来的小子凭什么？小强，你比我们学校老师讲的都好。杨小姐，你过奖了。你叫我雨洛就行。你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，阿姨和雪儿也一起来，算是庆祝你入职。好啊，雪儿一定很开心。庄小强，你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都来会议室开会，公司来大项目了。这个项目是省里重点招标项目，咱们必须拿下。小强，你来负责技术方案。好。杨总，这个项目这么重要，交给一个刚来的新人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刘天，小强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怎么就不合适了？能力？他一个农村出来的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从哪儿抄来的？刘工，你觉得我的模型是抄的？哎，我可没说，我只是质疑。那好，咱们当场做一个模型，你出题吧。1小时内，如果我做出来了，还请你当众给我道歉。如果你没做出来呢？如果我没做出来，我卸下技术总监一职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就这个，你要是1小时就能做出来，我跪下给你道歉。不用跪，道歉就行。这个图纸不是我们研究了1周都没做出来的吗？而且这个模型很复杂，1个小时根本不可能啊！庄小强，你就等着滚出公司吧。做好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天哪，真的没有任何错误。刘工，现在你是不是应该履行我们的赌约了？庄小强，对不起。道歉我收下了。刘工，你以后还得多练啊。庄小强，你给我等着！阿姨，您尝尝这个，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。雨洛，太客气了，让你破费了。阿姨，您别跟我客气，小强帮了我哥那么多，我请你们吃顿饭算什么？雨洛姐姐，这个鱼好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儿，等会儿还有甜品，听说特别好吃。真的吗？我最喜欢吃甜的了。等哥闲下来，也学着给你做甜品吃。小强，你会做饭呀？会做一些。以前妈忙的时候，就是我做饭。那你最拿手的是什么？红烧肉，还有炖排骨，我妈和雪儿都爱吃。他做的红烧肉确实好吃。真的吗？那我也想尝尝，如果好吃的话，
我能一直吃吗？我懂了，雨落这是对小强有意思啊。行，等安顿好了，你来我家里吃。雨落，你是学建筑的是吧？真好啊，以后跟小强一起工作，互相能有个照应。是啊，但是小强太聪明了，他一天就把招标方案做完了，我就怕他嫌我笨。不会的，你底子好，学起来肯定快。你要是想学 BM， 我随时可以教你，这东西不难，主要是思路要对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小强这孩子怎么就是脑子不开窍呢？庄小强，你不是厉害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方案，你还怎么出风头？这次招标会我等了那么久，凭什么直接把机会给你？等你拿不出方案，我看杨总还怎么护着你。到时候我拿出我的方案力挽狂澜，雨落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。下面有请杨云腾建筑公司展示方案。怎么回事？杨总，你们公司的技术总监该不会连方案都没准备吧？这也太儿戏了！这是招标现场，不是儿戏。小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杨总，您别生气，我就说他不靠谱，所以我多准备了一份方案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能帮我们公司拿下这次招标。刘工，您真是细心。不过我有信心拿下这次招标，就不麻烦您了。你连方案都拿不出来，还在这装什么呀？各位，我们公司十分重视这次招标，所以方案是储存在 U 屏中的。现在我将为大家讲述我的建筑模型。哥，你看，小强办事真谨慎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各位专家，这是我们公司为这个项目做的 BM 模型，从地基到屋顶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密计算。大家请看，这里的受力分析，传统算法会把力集中在这个点上，但实际应该分散到这3根梁上。谢谢大家。庄工程师，你这个模型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好的方案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用的这个技术叫什么 ？BM 建筑信息模型。这套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，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用。我们公司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，后生可畏啊！杨总，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厉害的人才？我也是机缘巧合下才把他招入麾下呀。你们别看他年轻，本事大着呢。各位，经过评委会讨论，我们一致决定杨云腾建筑公司的方案中标。承让，承让。小强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这个项目根本拿不下来。今天这个标是咱们公司起死回生的机会啊！小强，你今天真是太厉害了。小强，你这个模型我做梦都做不出来，跟着你干，咱们公司肯定能起飞。是啊，小强，以后你就是咱们公司的顶梁柱了。谢谢大家。但杨总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，我的方案文件被人删了。被人删了？你不是说把文件存在 U 盘里吗？是，但这是我的习惯，所有重要的文件我都会备份。如果不是有这个习惯，今天咱们就完了。一个公司在招标会上拿不出方案，以后别说大项目，小项目都没人敢给咱们。谁干的？杨总，不管是谁干的，结果总归是好的。咱们中标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追究这个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？刘工，你好像很怕我追究。我怕什么？我就是觉得现在应该庆祝中标，而不是在这里搞内讧。刘天，就是你删的吧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刚才查了出入记录，只有你昨天晚上来了公司。我那是回来拿东西，我什么都没动。既然不是你，你拦着我追究干什么？是我删的，怎么了？我就是看不惯你，你一个农村出来的，连大学都没上过，凭什么一来就当技术总监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？
我在这公司干了5年，什么项目没做过？凭什么机会都给你？刘天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知不知道，要是小强没有备份，公司今天就完了。谁说完了？我准备好了费用方案。如果不是他，今天让公司中标就是我。刘天，刘天，你觉得自己技术不差，对吧？我敢不比你差。那你觉得今天那个模型你做得出来吗？我一来就得到了一切，是因为你技不如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庄小强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会个 BM 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师傅是华智，华智你知道吗？国内最顶尖的建筑设计师，他要是出手，你这点东西根本不够看。华智，那个华智，设计过东风大剧院的那个，那可是建筑界的传奇人物啊！刘天竟然是他的徒弟。我技不如人，庄小强，你有本事跟我师傅比一比，你要是能赢他，我跪下给你磕3个头；你要是输了，就给我滚出公司。原来是华智的徒弟，上辈子华智可是求着我帮他改了不少图纸。行啊，让你师傅来，只不过这赌约和上次一样，也太没意思了。这次我们谁输了，谁就滚出建筑行业，怎么样？你别后悔。不后悔，你让华智现在就来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师傅，是我，有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要和您比建筑，您能不能来一趟？对，就在我公司。好。庄小强，你完了，我师傅马上就到。师傅，您来了。你说的人呢？在哪儿？就是他，师傅。这小子用了个什么 BM 模型，就在公司耀武扬威，还说我技不如人。你就是今天在招标会上用 BM 的年轻人。华老师，久仰大名。久仰？你听说过我？当然，您设计的东海大剧院是建筑界的经典，我一直很佩服。你倒是会说话，不过光会说话没用，把你的模型给我看看。这是怎么算出来的？这个算法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BM 的核心不是软件，是思路，只要思路对了，模型自然就出来了。他的算法比我的高明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庄小强。庄老师，我想跟您学这个算法。师傅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他一个农村出来的，连大学都没上过，你怎么能拜他为师？这种算法不是在大学里就能学到的。刘天，我带你5年，你学会什么了？你只会拿着我的名头在外面耀武扬威，真正有本事的人你都认不出来，你丢不丢人？师傅，别叫我师傅，我没你这样的徒弟。庄老师，我是真心的，这个算法我研究了很多年都没想通。你要是愿意教我，我华智以后就是您的学生。华老师，你别这样，您是长辈，咱们互相学习。刘天，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，去财务结一下工资，明天不用来了。凭什么开除我？行，你们可以说我现在技术不如庄小强，但我总强过在场其他人吧，你不能开除我。刘天，技术可以学，但是人品有问题，可是改不掉的。真没想到刘天会做出这种事儿。是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行了，不提他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。杨总，有件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杨哥，我想自己开公司。小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在我这儿干不开心？不是，杨哥，您对我很好，但我有我的想法。你怎么也是个白眼狼啊？我们公司刚靠着 BM 拿下单子，你就要把 BM 交给所有人，那我们怎么接单子？我已经说过了 ，BM 只是在国内空白，并且在3年内就会迅速发展。我们只是现在抢跑了2步，并不代表可以永远利用这个新一杀接单。早晚有一天，这项技术不会再是秘密，那时候我们还怎么依靠 BM 接单？小强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虽然掌握了这项技术，但并不代表别人不会掌握这项技术。小强，你想怎么干？我想自己成立一家公司，专门做 BIM 技术培训和咨询。等工程师培训结束，就可以直接输送到建筑公司中。同时，我可以当咱们公司的特聘专家，所有项目的技术方案我都可以帮你把。我支持你，你有这个本事就应该自己闯一闯。我答应了，你开公司需要什么，尽管跟我说。杨总，
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你年轻又有本事，本来就不可能在我手下干一辈子。我现在给你支持也是在帮我自己。不过小强，我得提醒你，这条目技术虽然先进，但国内懂的人太少了。你怎么让别人相信你？强哥，您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小强，有冲劲儿是好事儿，但建筑这行光有技术可不够，人脉、资金、经验却一样都不行。你们说的对，光有技术确实不够，所以我需要你们。什么帮助？我想办一个 BM 技术交流会，邀请全省的建筑公司来参加。到时候我会现场演示 BM 技术的应用，如果能让大家都看到它的价值，我的公司就不愁没有客户了。这个主意好，我帮你。谢谢你，雨落。小强，交流会的事儿我也帮你张罗。我在建筑圈混了这么多年，多少认识几个人。杨总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别客气，你要是能把他们都镇住，我的面子也大了去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那些人可都是老狐狸，光靠技术不一定能打动他们，你得拿出点真东西来。杨哥，您放心，真东西我有，否则我也不敢开这个技术交流会。只不过可能需要华老师陪我演一出戏了。师傅您放心，没问题。哥，这次来的人可不少，省里几家大公司到场了，还有一些设计院的人。没事，小强有本事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叫庄小强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BM 技术。小强，你那个 BM 技术真的能教会我们吗？只要大家用心学，当然可以。教会我们？今天在座的可都是建筑业的高级工程师，谁没有20年的建筑经验？你才多大呀？我们干了这么多年，还用你教？就是建筑这行靠的是经验，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电脑技术。庄老师，我来找您请教算法了。华老师，您叫他什么？庄老师啊，怎么了？华老师，您可是建筑界的传奇，怎么能叫他老师？术业有专攻，达者为师。庄老师的 BM 技术比我高明得多，我拜他为师，可以更好的提升自己的技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庄老师，您上次讲的那个节点算法，我回去研究了好几天，还是有几个地方没想通，您能再给我讲讲吗？当然可以，华老师，您看这里。华老师都拜他为师了，咱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看来这个年轻人是真有本事。好，庄老师讲的太好了。庄老师，我想跟您合作，我们公司最近有个大项目，正愁不知道怎么优化呢。庄老师，我们公司也想跟您合作，我们想把员工分批次送来学习 BM 技术。小强，这是今天签的合同，3家公司需要技术咨询，还有2家要派人来培训。雨露，辛苦你了。小强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外面都在传你的事，说你是建筑界的天才，18岁就能打败了华智，成为业内第1建筑师。奇怪，杨雨落这几天一直在我公司转悠，上辈子这个时候，他应该正在准备留学的事情啊。小强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李氏集团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，那不是省里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吗？对，他们最近接了一个大项目，需要会 BM 技术的建筑公司来接，他们第一个就找到了我。明天我们一起去开会，怎么样？拿下这单的话，我的公司就彻底打出名声了。好，杨总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你做的这是什么？乱七八糟！这种模型也敢拿出来？你知不知道这单有多重要？对不起，我再改改。这声音是陈芳芳，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了。上辈子我手下最优秀的建筑师，也是我最信任的秘书。改？你改了3个月了，改出什么来了？我看你就是个废物。这个模型不是他的问题。你谁啊？李总，这就是庄小强。你就是庄小强？你最近在建筑界声名翘起没错，但也不用在这睁眼说瞎话吧。这模型是他建的，不是他的问题，难道是我的问题？说不定真的是你的问题。杨总，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人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也敢说是我的问题？我看我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了。有本事的人不看年龄，您不如听听庄总怎么说。这里的地质条件和标准模型不一样，用常规算法当然算不准，所以不是他水平不行，是你们给他的参数不对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这里的成长力数据和标准加了将近20%，如果按这个重新建模，结果完全不一样。竟然真的是这样！我说我的模型怎么一直做不出来？怎么样，李总？庄总的本事可以吧？没想到他真有点2把刷子，看一眼就能找出模型的问题。他的技术指导费肯定不便宜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那你又怎么能说是我的问题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18岁的毛头小子也敢在李氏集团的会议上指手画脚？李总，您生气了？哼，
我李某人纵横商界20年，还没见过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。杨总，我看我们的合作需要重新考虑了。完了，李总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要是把他得罪了，咱们可就真的完了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做的模型有问题，庄总也不会得罪李总，是我害了他。李总，您真的不想合作了吗？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？李总，我这个人说话直，您别见怪。目前国内精通 BIM 技术的人，您能找出第2个吗？省里那个重点项目的招标会，您应该也听说了。我们公司的模型是唯一一个让所有评标专家全票通过的方案。国内建筑大师华智几天前也正式拜我为师。这些事儿您不会不知道吧？年轻人自信是好事，但自负就是愚蠢了。你以为这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懂 BIM？ 懂 BIP 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，但我知道我是您唯一一个能立刻接触到的，且技术指导费在您接受范围内的。您要是能找到第2个人，也不会主动找上杨总了，对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李总，这句话应该我问您吧？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您刚才说要重新考虑合作，不过是想压低合作经费罢了。您心里清楚，这个项目离开我们公司的 BIM 技术支持根本做不下来，所以您才故意发火，想让我主动降价。他居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。我李某人谈判这么多年，还没遇到过这么难缠的对手。他才18岁，怎么可能？想他居然敢这么跟李总说话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庄小强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我李氏集团家大业大，就算没有你们公司的 BIM 技术，大不了多花点钱，请国外的团队来做。李总，国外的 BIM 团队光是咨询费就要这个数，而且他们不了解国内的地质条件和建筑规范，做出来的模型能用吗？李总，这次合作，我的技术指导费用可以分文不取。小强，你疯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次合作，李总您只需要支付给杨总正常的合作费用，技术指导方面我分文不要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什么条件？我要他来我的公司工作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你要这个废物，他连一个模型都做不好，你要他有什么用？李总，他不是废物，他只是跟错了人。如果给他正确的参数，他做的模型不会比任何人差。他说我不是废物，他说我不是废物。哈哈哈！庄总真是特立独行啊！我答应你，傻子才不同意。陈峰，从今天起你就跟着庄总干了。李总，别叫我李总了，你现在是庄总的人了。合同我马上通知人事给你办。去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跟庄总走吧。陈峰，欢迎加入我的公司。庄总，别哭，以后有我带着你好好学，我保证你会成为最优秀的建筑师。庄总，谢谢您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小强，你刚才真是太冒险了，你要是把李总得罪了，咱们公司就完了。杨哥，您放心，李总是个精明人，他知道什么对他有利，一笔技术指导费换一个他认为没有用的人，这笔账他算得过来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你1分钱不要，这不是白干吗？不是白干，我得到了一个人才。陈峰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助理了。庄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学。行，小强，你这个人我是佩服了。你说他能成为最优秀的工程师，那我就信你。陈峰，以后好好跟着你们庄总干，别让他失望。杨总，我会的。小强，你回来了。李氏集团那边怎么样？谈成了吗？谈成了。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哎，这位是？这是陈峰，我新聘的助理。你好，我叫陈峰。你好，我叫杨雨洛，欢迎加入庄总的公司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办公室。请。谢谢雨洛姐。雨洛姐，您的职位是什么呀？哦，她是杨总的妹妹，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这几天在我公司里帮忙的。原来是小杨总，小杨总好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奇怪，杨雨洛为什么总往我公司跑呢？小强，陈峰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是不是有什么话想问？小强，刚才陈峰都跟我说了，我只是想问你花那么大代价把他弄来，值得吗？雨洛，一个人能不能成才，不只看他现在的本事，还要看他有没有潜力。陈峰是有潜力的，只是以前没人给他机会。你怎么知道他有潜力？你们以前认识？不认识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一个模型做了3个月，换了别人早就放弃了，但他没有，他一直在改，一直在试，这种人是不会差的。小强，你真的很特别，你对谁都这么好，对谁都这么用心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，只是有时候没被发现而已。那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善良、细心、有耐心，而且你很聪明，学什么都快。你以后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。就这样吗？没了吗？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当然还有很多。总之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人。还有，
我听说国外的建筑技术很成熟，你哥哥是大老板又那么疼你，我觉得你如果出去留学，学一些更先进的技术回来，肯定几年内就会成为有名的建筑师。你既然是这样想的吗？你也劝我去留学吗？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！你不愿意吗？没有，我很愿意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女孩的心思还真难懂啊。上辈子我一心寻找雪儿的下落，根本没接触过几个女孩。说起来，杨雨洛还是我第一个女性朋友。陈峰，怎么还在加班？庄总，我在研究您留的 BIM 手册，没关系的。我以前也经常加班，但现在我是自愿的。陈峰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坚持做建筑？我小时候，村里来了一个建筑师，帮我们学校修了一栋新楼。那栋楼很漂亮，比我们村里的所有房子都漂亮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想，我以后也要建这样的楼。那你现在呢？还想建这样的楼吗？想，但没有但是。陈峰，你有本事，只是还没学会。我保证你一定会建出来最棒的楼房。庄总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小强，这个模型比上次那个还要好。这次的数据更精准，按照这个模型施工，工期可以缩短 25%， 材料浪费减少 35%。太好了，这下李总肯定没话说了。小强，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。杨哥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个模型的数据有一半是陈峰做出来的。陈峰，你跟着小强才几天就进步这么快？看来小强说的对，你以前确实是跟错了人。杨总过奖了，是庄总教的好，以后跟着庄总好好干，你前途无量啊！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李总。李总，这是我们为您的项目做的 BIM 模型，请您过目。这个模型做的太漂亮了，核算这个模型施工，工期可以缩短 25%， 材料浪费，建筑的安全性反而比原方案提高了35%。这怎么可能？对了，李总，这个模型有一半是陈峰做的。陈峰，你进步很大，看来我当初放走你是个错误的决定。李总，我却觉得那是您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庄小强，你给我等着！来，庆祝我们拿下李氏集团的大项目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小强，你知道吗？在你来之前，我真的快放弃这一行了。我觉得做建筑没前途。你来了之后，我的公司起死回生。我现在觉得做建筑这件事儿变得有意义了。杨总，那是因为您本来就有本事，我只是推了一把。再说了，就算没有我，您的公司也会有转机出现的。转机哪是说有就有的？来来来，再喝一杯。庄总，我学了4年建筑，在上学的时候，老师夸我是最聪明的学生。我总以为毕业了就能大展拳脚，可在李氏集团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做不好。慢慢的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。是你告诉我，我不是废物，只是跟错了人。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。陈峰，你记住，你是我见过最有潜力的建筑师，以后的路还长，我们一起走。庄总，你个大老爷们儿总哭什么哭？我妹妹马上要去国外留学了，我都没哭。来，再喝2杯。杨雨露终于要去留学了吗？看来她离成为著名设计师不远了。喂，雪儿，怎么了？哥，你快回来，家里出事了。阿姨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傻？雨洛，你不傻，谁还没个喜欢的人呢？可他不喜欢我，他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我给他暗示了那么多次，他都听不懂。我跟他还让我去留学，他是不是嫌我烦？是不是觉得我碍事？哎呦，雨洛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小强不是嫌你烦，他就是脑子不开枪。从小到大，他光顾着学习养家，他根本没想过这些事儿。就是我哥就是个木头。雨洛姐姐，你别哭了，你们还有很多时间呀，我哥总有一天会反应过来的。可是那天我就要走了，我要去英国2年。2年？这么久？我哥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学校，是英国最好的建筑学院。我之前一直犹豫不想去。那天我本来想去找小强说，想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结果他夸我聪明，还主动说我去留学一定会有出息。我哥怎么知道你要去留学的呀？肯定是我哥跟他说的，我该怎么办啊？那时间能不能缓一缓呢？起码给你们点时间好好告别啊。不行，我哥已经把手续都办好了，机票也买了，他为了这事儿跑了好几个月，我不能让他白费心思。而且小强说的对，去留学对我有好处，可是
可是你舍不得小强。姨，你说2年之后他还会记得我吗？他那么优秀，现在公司越做越大，肯定会有很多女孩喜欢他。到时候他身边有了别人，我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雨落姐姐，你看我哥像个木头一样，他肯定感觉不出来别人对他的喜欢。再说了，我哥不是那种人。雪儿，你还小，感情这种事不是靠人品就能留住的。而且就算他现在是个木头，也总有开窍那一天。到时候，雨落，你别喝了，喝多了伤身体呀。阿姨，我心里难受，你就让我喝吧，喝醉了就不用想这些事儿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让我哥和雨落姐姐错过。雨落姐姐，你等着。雪儿，你干什么？妈，我要把哥叫回来。雨落姐姐后天就走了，再不让她知道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小强他……妈，你不想让雨落姐姐当我嫂子吗？雪儿，你干什么？喂，雪儿，怎么了？哥，你快回来，家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雨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哭了？映雪，妈，到底怎么了？雨落后天就要去英国留学了，2年不回来，他心里难受，喝了不少酒。难受？为什么难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？这算什么好事？张小强，你就这么想让我走吗？你为什么都不劝我留下来？我在你身边就这么爱吃吗？张小强，你说话呀！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雪儿，跟妈进屋，让他们俩说说话。这怎么办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雨落，你别哭了。庄小强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。你问，我一定认真回答你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是我不够好吗？是我长得不好看，还是你觉得我烦？你告诉我到底哪里不好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暗示了你那么多次，围在你身边那么久，你为什么一点回馈都不给我？我真的那么差劲吗？他的意思是，他喜欢我。原来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。庄小强，你说话！你说话！不是，没有，雨落，你很好，你哪儿都好。那我问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2辈子加起来从来没被人这样问过。上辈子我一心创业，剩下的精力都用来找雪儿，根本没想到过这些事。这辈子我满脑子都是赚钱，保护家人，我从来没想过杨雨落对我是这种感情。你不说话，就是不喜欢了。不是，我是没想过这个事儿。没想过？我上辈子不是，我才刚成年，以前从来没想过谈恋爱的事儿，在这方面我脑子笨，反应慢。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行不行？庄小强，你还真的是个木头。那你现在想，我等你。雨落，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你会喜欢我。你哥对我是很好，可我知道那是他觉得我有本事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你应该有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，所以我会觉得你去留学的话，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这并不代表我讨厌你，嫌你烦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那你喜欢我吗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，但我每次看到你，心里都会很安定。雨落，我们认识的时间还是太短，如果现在就说喜欢，我觉得是对感情的不负责。庄小强，你
我不想给你一个不负责的答案，雨落，你能明白我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第一眼看到你，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你明明那么年轻，却比谁都稳重。你明明可以靠技术挣很多钱，却从不多拿一分。你对家里人那么好，对朋友也真心，就连现在，你也没有为了哄我而骗我，而是真诚的和我说你最真实的想法。庄小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。雨落，庄小强，你真的好笨。我哪里笨了？哪里都笨。我后天就要走了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雨落，祝你成为最优秀的建筑师。等你回国，我们还要继续合作，好不好？庄小强，你等我2年，等我学成回来，到时候你要是还没开窍，我就继续追你。你要是开窍了，那就换你追我。好，我等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要好好学。2年以后你回来，我保证比现在更有本事。到时候你设计的楼，我帮你建。拉钩，谁反悔谁是小狗。好，拉钩。我该回去了，明天还要收拾行李。我送你。你不也喝了酒，怎么送我？我自己打车就好了。那我陪你等车。庄小强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的表白失败了，但我今天其实挺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不喜欢我，你只是还没学会喜欢一个人。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庄云雪，这就是你说的出大事了。哥，我这不是舍不得让你们俩错过吗？雨落姐姐那么好，我喜欢雨落姐姐，我想让她当我嫂子。再说了，哥，你可真笨，雨落姐姐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，你不为所动。要是我，早就……你个小孩子懂什么？我怎么不懂了？雨落姐姐喜欢你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妈，我是不是真的很笨？你不是笨，你是没开窍。从小到大，你光想着怎么照顾这个家，从来不想自己的事儿。妈有时候看着你，心里都着急。我以前没想过这些。我以前觉得只要做到把雪儿照顾好，让您过上好日子就够了，别的我没心思去想。妈知道你懂事儿，但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，不想自己啊。雨落那孩子，妈看着就喜欢，他对你好是真心的，你可别辜负了人家。就是，哥，你可不能让雨落姐姐伤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让她伤心的。后天我去送雨落吧。后天我去送你。好，我等你。到了那边记得打电话，钱不够就跟哥说，别舍不得吃，别舍不得穿。哥，我知道了，你看看你，都多大的人了还哭。谁哭了？我就是眼睛进沙子了。梁总这是舍不得你。那你呢？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到了那边，好好学。就这样。还有注意安全，别跟陌生人走，晚上别一个人出门，要按时吃饭，天冷了记得加衣服。好了，我都记住了。哥，小强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倒是你们，别光顾着挣钱，也要注意身体，别总加班到半夜。好，放心吧，哥有空就去看你。
那我走了。庄小强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别忘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忘的。刘天，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入职李氏集团吗？因为我工作经验多。刘天，你在杨云腾那儿干了5年，对个技术团队应该很了解吧？李总，我在杨云腾的公司待了5年，从基层做到技术主管，他们那点底子我一清二楚。那你觉得他们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？BM 技术，庄小强来了之后，把整套 BM 体系搭起来了。现在杨云腾的公司全靠这个吃饭。是啊，庄小强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依靠 BM 技术在我这儿耍了个好大的威风，我还就不相信这技术就让他一个人垄断了。刘天，你觉得如果我们自己掌握了 BM 技术，还用得着求他们吗？李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学他们的技术，用他们的方法，然后超越他们。你在杨云腾那儿干了5年，对他们那一套最熟悉。我打算派你去庄小强的公司，以学习 BM 技术的名义，把他们的核心技术学到手。我去，李总，我跟庄小强有过节，他不可能让我进他的公司啊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以李氏集团的名义，正式向庄小强的公司提出技术培训合作，我们出钱，他们出技术。你作为李氏集团的技术骨干去参加培训，名正言顺。李总高明，这样一来，庄小强就算不想教我也得教。李氏集团的面子，他不能不给。对，而且我还要给你一个任务。您说。庄小强手下现在有个干得风生水起的建筑师，叫陈峰。他之前是我李氏集团的员工。自从陈峰去了庄小强的公司，模型也会建了，图纸也会做了。你知道外面怎么说吗？说我们李氏集团有眼无珠，埋没人才。这个陈峰真是让我在业内丢尽了脸。李总，那些人就是瞎说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，但问题是陈峰确实不是废物了，他现在是庄小强手下最得力的干将。所以你想想，如果我们能把陈峰再挖回来，那意味着我们李氏集团不是有眼无珠，到时候最多给陈峰一个出去深造的名头，这样我照样在业内能挺直腰杆。李总，我明白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陈峰挖回来。好，你记住，先把技术学到手是最要紧的。陈峰那边慢慢来，我们软硬兼施，我就不信他不回来。我明白了。庄总，李氏集团发来申请，想派人来学习 BM 技术。李氏集团，他们的建工部分不一直是外包的吗？怎么学上技术了？是，但李总说他们新组建了建工团队，想派几个骨干来咱们这儿培训。这是好事啊！李总终于想通了，要自己培养人才。庄总，但是他们的骨干代表刘天说，李总指明要我来带队。谁？庄总，我真的跟李总没有任何联系，您相信我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他们的骨干代表叫刘天。对，是叫刘天。庄总，这个刘天怎么了吗？他是李氏集团的技术主管，这次李氏集团骨干培训，他就是骨干代表。没啥，他之前是杨总手下的建筑师，上次的省建工交流会，他把我的模型方案删除了，杨总一气之下把他给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李总派一个跟我们有过节的人来学技术，这不是明摆着要给咱们添堵，挖咱们的底吗？挖就挖，技术这东西不是学几天就能学会的。他要是真有那个本事，我欢迎他来学。庄总，你不怕他把咱们的核心技术偷走？陈峰 ，BM 的核心不是软件，是思路。思路这东西不是看几眼就能偷走的。再说了，刘天要是真有本事偷技术，早就偷了。当初也没必要删除我的模型，直接建一个更好的模型和我打擂台，不是更好？您说的有道理，庄总您放心，我带队的时候一定会死死盯着他们。陈峰啊，我觉得你还是担心自己吧。李总点名要你带队，可能还另有深意。担心我自己？庄总，好久不见。刘工，欢迎欢迎啊！这么久不见，原来是去李氏集团高就了，恭喜恭喜！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比不上庄总，摇身一变自己当老板了。刘工客气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
这是你们学习期间的组长陈峰。你好，陈组长，你好啊。来吧，我带你看看公司。陈峰，那就都交给你了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行。我们的培训视情况而定，快的1周，慢的1个月。在这期间，你们就在这里办公学习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有话跟陈组长说。刘天，你干什么？陈组长，您先看看这个。陈峰组长，这份合同会给你50万年薪，独立办公室，5人的技术团队，项目分红30%，还有1辆配车和1套公司公寓。我知道你在庄小强这儿干得不错，但你也得为自己想想。你在这里撑死了就是个技术骨干，回李氏集团你就是技术总监，50面年薪加上分红，1年至少70、80万。你算算，在庄小强这儿你几年能挣到这个数？陈峰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。以前在李氏集团是李总有眼无珠，没看出你的潜力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李总亲自点名要你回来，还说当初放走你是他做过的最错误的作品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只要你回去，就是李氏集团的红人，以后省里的大项目都归你管。刘工，庄总对我知道庄小强对你好，以后他把你从李氏集团捞出来，教了你技术，让你有了今天。这份恩情你能记着，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但是陈峰，恩情是一回事，前途是另一回事，你不能因为恩情就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吧。刘工，庄总说过，技术不是学出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我跟着他，每天都在进步。陈峰，你跟着他是每天都在进步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进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他。他庄小强是天才，可你不是，你在他手下永远只能当他的影子。你做的模型，人家会说这是庄小强教出来的；你带的项目，人家会说这是庄小强的徒弟干的。这样下去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名字？这是李总亲笔写的承诺书，只要你回去，3年之内，李氏集团的技术部全权归你管。陈峰，你想想，3年之后你才多大？28岁的技术总监，全省有几个？到时候你不是谁的徒弟，不是谁的影子，你就是你自己。陈峰，李氏集团的技术掌门人。刘工，您说的都对，这些条件真的很好，但是庄总他不一样，我不能在他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走了。他哪里不一样？他给你开多少工资？1个月5000还是1万？陈峰，你醒醒吧，他给你那点钱够干什么？你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，你拿什么孝敬你妈？拿什么娶媳妇儿？庄总给我的不是钱，他给我的是自信。以前在李氏集团，所有人叫我废物，叫我垃圾，连我自己都信了。是庄总告诉我，我不是废物，我只是跟错了人。这句话比什么都值钱。陈峰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庄小强要这样对你吗？他不是想鼓励你，他是把你当枪使。他需要一个人给他干活，需要一个人证明他的教学技术有多牛。你在他眼里就是个好用的工具。你以为他真把你当兄弟？醒醒吧，陈峰，商人永远是商人，他看重的是你的价值，不是你的感情。陈组长，你先别着急拒绝我，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这份合同一直都会给你留着的。陈峰，怎么还没走？庄总，我有点事想跟您说。你说。刘天今天跟我说，李总想让我回李氏集团，薪资待遇翻倍，还给我配团队。庄总，我没答应，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得跟您说一声。我知道你没答应，你要是答应了，就不会在这儿加班了。庄总，您不生气？我生什么气？李总想挖你，说明你有本事，说明我的员工足够优秀，这是好事啊。庄总，无论谁给我开出什么条件，我都不会走的。您对我的恩情，我记一辈子。别说这些，陈峰，你记住，不管在哪儿，你都是最优秀的建筑师，这就够了。庄总，行了，别煽情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李总让刘天来学技术，又想挖陈峰回去，
这是摆明了要跟我打擂台啊！也好，有竞争才有进步。这下不怕我公司的名字打不出去了。李总啊，李总，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啊！小强，刘天到底学会了什么？他不算蠢，2周把所有的技术流程都过了一遍，笔记都记了好几本。那你怎么不拦着？拦什么？他来就是学技术的，我拦着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？可他把技术学走了，咱们怎么办？杨哥，您放心，真正核心的东西他刘天学不走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他没那个脑子。BIM 不是记笔记就能学会的，他需要思路，需要经验，需要反复试错。刘天这个人聪明是聪明，但他太急功近利了，他只想学方法，不想学思路。这种人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李总，这2周我把庄小强公司的 BIM 技术流程全部摸清了，从建模思路到数据分析，从节点优化到材料控制，每一个环节我都做了详细记录。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能用吗？能，我已经让团队按照这个流程跑了一遍，效果很好。虽然比不上庄小强亲自做的模型，但比我们之前的技术强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好，陈峰的事怎么样了？他还是不肯回来吗？他不肯回来，不过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庄小强那儿有前途。如果我们在技术上追上了庄小强，他还会这么想吗？等我们的技术成熟了，我就去找陈峰，让他看看我们李氏集团也能做 BME， 而且不比庄小强差。到时候就算他不肯回来，业内也肯定没人再敢拿陈峰说事儿了。好，那你就抓紧把技术搞上去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谢谢。小强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，杨总？省里那个重点项目，李总那边说要重新招标，理由是原来的方案有缺陷，需要优化。我们的方案不是已经通过了吗？他出尔反尔。是通过了，但李总说他们自己现在有技术团队，并且已经公开了一套出拟方案，受到了业内一致好评。这是刘天做的，就是他。听说他带着团队熬了3天3夜，做出来了这个新方案。有意思，他这是要跟我打擂台啊。陈峰，你不觉得这套方案很熟悉？我觉得有点像我的思维，是像1个月前的你。庄总，我明白了，他们学的再快也追不上我们，因为我们的技术一直在进步。刘天学走的是旧的东西，而我们每天都在做新的，他永远在后面追，永远追不上。陈峰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杨总，技术这东西不是学出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就像陈峰每天都在实战，每天都在解决新问题，所以技术一直在进步。而刘天在李氏集团每天都在研究我们做好的东西，他能追上我们，那才怪了。可要是他们的方案真的比我们好，那咱们这个项目就黄了。杨哥，您别急，他们的方案再好也是照着我们的模板做的，他们能优化，我们就不能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也优化，而且要比他们优化的更好。他们不是要打擂台吗？那就打。我倒要看看刘天能翻出什么浪来。庄总，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优化方案，你看看。李总，我们的方案已经通过了省建协的评审，合同也签了。您现在拿出一个新方案，说要重新招标，这不合规矩吧？庄总，合同是签了，但合同里有一条，如果甲方对方案有异议，可以提出优化要求。我只是在行使我的权利。李总，这个方案是刘天做的吧？是我做的，庄总，您看看，比您的方案优化了多少？刘工，你这个方案我看了，建模思路、节点算法、材料配比，全是我教你的那一套。你只是把数字改了几个，就说优化了？你胡说！这是我团队熬了3天3夜做出来的。那你说说，你这个方案的核心算法是什么？庄总，技术上的事儿我们稍后再讨论。
今天请你来是想告诉你，我们李氏集团决定采用自己的方案，你的方案我们不用了。李总，你这是毁约！杨总，我说了，合同里写了，甲方有权提出优化要求。我们的方案更好，为什么不能用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那个方案明明就是抄我们的。杨总，说话要有证据。刘天的方案是我们团队独立完成的，如果庄总觉得不服，可以把方案拿出来比一比。李总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你今天撕毁合同，用刘天的方案，以后谁还敢跟李氏集团合作？庄总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事实。一个连合同都可以随便撕毁的公司，在业内还有什么信誉可言？哼，庄小强，你太年轻了。商场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利益最大化才是王道。我的团队能给我创造出更优秀的方案，我为什么不用？李总，你说的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毁约的基础上。你今天能毁我的约，明天就能毁别人的约。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谁还敢跟你做生意？庄小强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李总，是你先过分的。合同签了，方案通过了，你反悔了，这是你教我的商场规则吗？庄小强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农村出来的毛头小子，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今天代表的不是我自己，是杨云腾建筑公司，是省建协认证的 BIM 技术团队。李总，你撕毁合同，打的不是我的脸，是整个行业的规矩。庄小强，你说完了吗？没有，李总，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刘天的方案真的比我好，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拿出来？为什么不在当初招标的时候就拿出来？那是因为我们团队一直在优化。刘工，你的方案核心算法是我的，节点优化是我的，材料配比还是我的，你改了几个数字就说是你的原创？你当我傻，还是当在座的各位都傻？你血口喷人！那好，咱们现场核验。你方案里的这个节点用的是我的3点分散法，对不对？这个算法是我独创的，你敢说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我是在你的基础上做了优化，但我优化后的方案比你的更加完美，这不是事实吗？李总，我不想和你手下的员工吵，我只想问，你确定要用他的方案吗？庄小强，我确定。李总，庄小强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但这个项目如果我能全部自己做下来，没外包任何一个步骤，就能证明我李某人的房地产公司正式成为综合性公司，之后会给我带来无数利润与收益。我说过了，做生意讲究的是回报。所以，你让刘天来学技术，学会了就翻脸不认人。庄小强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商业竞争就是这样。李总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今天能这样对我，明天就能这样对别人。你在业内混了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，信誉比钱重要。信誉？庄小强，你才出来混几天，也配跟我谈信誉？李总，你与其纠结我配不配，不如好好想想，你今天撕毁合同，明天这个消息就会传遍整个行业。李总，你是商人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一个没有信誉的商人，在这个行业里活不下去。庄小强，你果然不简单。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咱们打个赌。什么赌？你不是说刘天的方案是抄你的吗？那好，咱们重新比一次。你给我3天时间，让刘天带着他的团队重新做一个方案，你也做一个。3天之后，请省建协的专家来评审，谁的方案好就用谁的。如果我赢了呢？如果你赢了，技术指导费我照付，另外再加1倍的违约金。如果刘天赢了呢？如果你输了，你的公司就退出这个项目，从此以后不能再做李氏集团的项目。而且你要公开承认刘天的技术比你强。小强，不能答应他，这是陷阱。李总，你让我跟一个抄袭我方案的人比，这不公平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刘天的方案用的是我的算法，比可以，但他必须从头开始，不能用我教他的任何东西。他要证明他有独立做 BM 的能力。李总，这……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3天之后，省建协的专家来评审，谁输了，
就按赌约办。李总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不仅要付违约金，还要公开承认你毁约了，在省建协的会议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李氏集团没有任何信誉可言。庄小强，你别太过分！李总，是你先过分的。你毁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过分？你让刘天来偷技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过分？现在我只是要一个公道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如果你输了，你的公司就要关门，从此退出建筑行业。没问题。小强，你疯了！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庄小强，你可想好了，3天时间做一整套 BM 模型，你能行吗？李总，这话你应该问刘工。3天时间不用我的算法，他能行吗？庄小强，你别小看人，我刘天干了这么多年，还能被你一个毛头小子比下去？刘工，你在我公司学了半个月，笔记记了好几本，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东西只是结果，不是过程？你知道了配金率是多少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配。你知道节点怎么优化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优化。你学的是方法，不是思路。3天时间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刘天，你有信心吗？我有。好，那就3天后见。小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3天时间做一整套模型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杨哥，您别急，刘天的本事我清楚，他连最基本的算法都没搞明白，3天时间他什么都做不出来。可是万一呢？万一他做出来了呢？刘天做不出来的，让他不用我的算法，他自己那点底子根本撑不起来一整套模型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杨哥，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庄总，这个模型比之前的还要好。还不够，再优化一下。这里的配资率在2%，这里的节点再简化一步。再降，那安全性还能保证吗？能，你看这里，受力点已经分散到6根梁上了。原来的算法是5根，现在是6根，配资率降了，安全性反而更高。原来是这样，庄总，您太厉害了。不是我厉害，是你底子好。我只是给了你一个思路，你自己就能往下走。庄总，您别夸我了，我哪有那么好？陈峰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很优秀的建筑师了，不要再妄自菲薄。庄总，我知道了。2位的方案我们都看过了，现在请2位分别陈述。各位专家，这是我们团队做的方案，我们采用了全新的算法，对原方案进行了全面优化。刘工，你这个算法是你自己想的吗？当然是我自己想的。刘天，你这个算法跟庄小强的3点分散法一模一样，只是把数字改了几个。你说这是你想的？华老师，刘天，你在庄小强的公司学了半个月，我以为你会有点长进，没想到你还是只会抄。刘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总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新的算法，时间太短了，我废物！各位专家，这是我做的方案，请大家过目。这个数据比原来的方案还要好，工期缩短了30%，材料浪费减少了40%，安全性提高了15%。这套算法是我独创的，没有人能复制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各位，我以我华智的名义担保，这套算法没有任何瑕疵，是我见过的最好的 BMT 模型。刘天，你跟我说你的方案是完美的。你跟我说，你学了2周，已经把庄小强的技术全部掌握了。现在呢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全部掌握。李总，我确实把他的技术流程都记下来了，但这个算法不是他教我们的，这是他新做的。刘天，你说的对，这个算法不是你们学过的，因为这是我昨晚刚想出来的。你故意的，你故意让我们学旧的，自己藏着新的。刘天，
我从没有藏。你在我公司学了2周，我教你的就是我当时最好的技术。但你学完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想法。技术就是这样，不进则退。你停在原地，我往前，你就永远追不上。经过评委会讨论，我们一致认为庄小强先生的方案优于刘天先生的方案。本次比试，庄小强先生胜出。庄小强，你赢了。李总，赌约的事您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违约金我会付，技术指导费也会一分不少。李总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我要的是你公开承认自己毁约。下周的沈建协研会，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我毁约了。好，李总，我等你。小强，今天真是太惊险了，我还以为咱们要输了。杨哥，您什么时候见我输过？小强，你真的只有18岁吗？怎么了？你说话做事一点都不像18岁，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稳重。杨总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天才都是这样，我当年也这样，20岁就成了业内最年轻的设计师。华老师，什么天才啊？您就别抬举我了，这是实话。小强，你今天这个模型比我见过的所有模型都好，你绝对是天才，天才中的天才。李总，我真的尽力了。庄小强那个算法他从来没教过我们，他是故意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李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想办法挽回局面。我去找庄小强谈判，让他放弃这个条件。你学了他半个月的技术，连他一个晚上的新算法都接不住，你还有什么脸去谈判？李总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们根本不会输，他就是个阴险小人，故意给我们设套。设套？刘天，你还有脸说？人家让你去学技术，你去了；人家把流程手把手教你，你学了；人家没藏没避，是你自己脑子不够用，学不会人家的思路。现在输了，你说人家给你设套？刘天，你在杨云彤那儿干了5年，我以为你至少有点真本事。我高薪把你挖过来，给你配团队，给你资源，让你去学技术。结果呢，你连人家的皮毛都没学会，还让我颜面尽失。李总，您不能这样，我对您是忠心的。我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，就算技术不行，经验总是有的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怎么补？3天后我就要在省建协年会上担任我全行业的面承认誉，你觉得你拿什么补这个过？李总，我知道了，庄小强不是要在道德上压您吗？那我们就在道德上反击他。他庄小强再厉害，也不是圣人，他肯定有软肋。我们只要找到他的软肋，就能反将一军。软肋？对，软肋。李总，您想想，庄小强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，凭什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就爬上来了？他背后肯定有问题。我们找人去查他的底，查他的家人，查他的过去，我就不信他干干净净。你是说从庄小松身边的人下手？对。李总，您想想，庄小松最在乎的是什么？是他妈和他妹妹。他为了他妈和他妹妹，连杨云腾的技术总监都不当，非要自己开公司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最在乎的就是家人。我们要是能从他家人身上找到突破口。刘天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李总，你让我去动他家人，你是想让我去违法？不是，李总，您误会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们去查他的底，看看他家里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比如他爸是什么人，他妈是什么人，他以前有没有犯过什么事儿。这倒是个主意。行，我给你2天时间去查，把庄小强的底给我翻出来。查到了，我饶你这一次；查不到，咱们就一起死吧。李总，我回来了。查到了。李总，庄小强的底儿我全查清楚了。庄小强18岁，今年刚考上大学，但没去上。他妈叫刘月平，在家种地。他妹妹叫庄映雪，今年上高中。他们家以前穷得叮当响。他爸庄大民是个赌鬼酒鬼，打老婆打孩子，是村里出了名的混账。而且您绝对猜不到，他爸现在在哪儿？他爸现在在坐牢？对，就是不久前的事儿。庄大民跟一个人贩子勾结，要卖他女儿，被庄小强报警抓了，判了1年，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。亲爹要卖亲闺女，
亲儿子报警抓亲爹，有意思。庄小强不是要在道德上压我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这个连亲爹都送进监狱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？庄大民还有多久出狱？还有2个月。不过以李总您的能力，提前把人弄出来，应该不是难事吧？不难，但我要的不是提前出狱，我要的是他听话。你去找庄大民，跟他谈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按照我们说的做，他的赌债我帮他还。他出来后，我给他安排工作，给他钱，让他过好日子。李总高明，我懂了。从始至终都是庄大民他自己恨庄大强，是他自己想报复。去吧，年会之前我要见到庄大民。你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先看看这是谁。这是……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儿子庄小强现在是大老板了，开了自己的公司，住着大房子，你闺女也进城上学了，你老婆也跟着享福了。这个小兔崽子，他发达了就把老子扔在这不管了。可不是嘛，庄大民，你说你冤不冤？你养了他18年，他现在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在里面吃苦。他来看过你一次吗？给你送过1分钱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老子在这过的日子都不是人过的，结果那个小畜生竟然在外面过这种好日子，他就不是人。庄大民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老板看不下去了，想帮你出口气。只要你听我们的话，50万1分不少的给你，你出来之后还给你安排工作，让你也过上好日子。你们要我干什么？很简单，过几天有个大会，到时候你站出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儿子不孝顺，说你儿子发达了就不认爹，就说他把亲爹送进监狱，自己过好日子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？行，我干。那个小畜生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好，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。庄先生，请坐。李总，您太客气了。庄先生，在里面的日子不好过吧？可不是嘛，李总，您是不知道，那里面吃不好睡不好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个小畜生1分钱都没给我拿过。庄先生，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。明天省建协有个大会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吧？明天可是个好机会啊！到时候你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受的委屈都说出来，让大家都知道庄小强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能见到那个小兔崽子。庄先生，记住，明天你上台之后就说庄小强不孝顺，说你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他发达了就不认你这个爹，说他把亲爹送进监狱，自己过好日子，说的越惨越好，越可怜越好，明白吗？小强，你说李总今天会来吗？会，他不敢不来。万一他反悔呢？他要是反悔，以后在业内就真的没法混了。记住，一会儿上台就按我们说的做。好，我知道。庄小强，你不是要在道德上压我吗？那咱们就比比谁更占理。一个连亲爹都送进监狱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信誉？走吧，我们进场。小畜生，你人模狗样的坐在那儿是吧？你等着，今天老子非要你掉一层皮！欢迎出席省建筑行业协会年度盛会。今天是我们建筑人自己的节日，也是我们总结过去、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。首先，有请华志先生就今年省重点项目技术方案评审进行结果通报。各位，
想必看到庄小强先生的 BIM 模型，大家已经不陌生了。这是我们建筑行业的奇迹，是我见过的最优方案，工期缩短30%，材料浪费减少40%，安全性提高15%。这3个数据，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足以震撼行业。让我们有请庄小强先生上台发言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仁，我很荣幸今天能站在这里，很感激位前辈对我的认可。我会继续在建筑行业深耕，不断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建筑模型，让我们的技术实现领跑。除此之外，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想与众位探讨。1个月前，我司与李氏集团签订省重点项目技术合作协议，我方方案已通过省建协评审。项目开工前，李氏集团单方面撕毁合同，拿出抄袭我方技术的方案，要求重招。经省建协专家评审，确认我方方案远优于李氏集团方案。按照我们双方达成的赌约，李氏集团董事长李总今天应该在这里公开承认自己毁约，公开承认李氏集团为了利益可以不顾合同、不顾信誉。李总，您来了吗？上。小强，你是小强，我的儿啊，我可找到你了。爹找你找的好苦啊！你知道爹吃了多少苦吗？你知道爹天天想你想到睡不着觉吗？你怎么就不来看看爹呀？杨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啊？这是小强他爸，他爸就是个畜生。不行，陈峰，你赶紧去把我办公桌里的档案找出来，越快越好。这是谁呀？怎么突然闯进来了？好像是庄总监的父亲，听他喊儿子呢。什么情况？他爸怎么穿着囚服？这唱的是哪出？各位领导，各位老板，给我评评理！台上这是我儿子庄小强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，他发达了就把我扔了，还把我送进监狱关了大半年。他吃香喝辣，我穿囚服，你们看看我这脸这手在里面遭了多少罪！好啊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恶心我呢。庄总，这是您父亲，他怎么穿着囚服就来了？这成何体统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您父亲这么大年纪了，您怎么忍心让他一个人穿成这样来找您？庄大民，你是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刑期还有2个月吧？你管我怎么出来的？我是你爹，我出来还要你批准？你看看你站在台上风光无限，你爹我在里面吃糠咽饭，你管过吗？你来看过我一次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在里面过的什么日子？你知不知道我天天被人欺负？你知不知道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？我问你，你回答我就可以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谁把你弄出来的？花了多少钱？又给了你什么条件把你带到这儿来？你还有脸问？我只知道是你把我送进去的，是你报警抓你亲爹！你个畜生！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？你忘了是谁供你吃供你穿？你忘了你小时候生病是谁背着你走30里路去看大夫？是我，是你爹我！你现在站在台上人模狗样，你爹我在里面像条狗一样活着。报警抓亲爹，这也太狠了吧！不管什么原因，把亲爹送进监狱确实说不过去。这里面肯定有隐情吧？庄总不像是那种人，我看他平时挺正派的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能对自己亲爹下手的人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庄总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百善孝为先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你也不能把亲爹送进监狱啊！我们做生意的讲究的是诚信，是德行。一个连亲爹都不认的人，怎么能让人信得过？您说是不是？李总，您倒是会挑时候说话。刚才让您公开道歉的时候，您不说话，全场都找不到您坐在哪儿。现在倒是挺积极的。我只是在说事实。庄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了，穿着囚服来这里找您，您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开口就质问他怎么出来的。庄总监，您这是什么态度？您父亲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苦，您就不心疼吗？各位老板，各位领导，你们给我做主啊！我儿子不认我，我活不下去了呀！我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到头来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。你们看看他连亲爹都不要了，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庄总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您父亲，您怎么能让外人这么说他？就算他以前有什么不对，
他也是您父亲啊。刘天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你抄袭都抄不明白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？你这事跟建筑行业有什么关系？看看，你看看，他对谁都这么凶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我养他18年，养出个什么玩意儿？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我当初就该把他扔了。庄大民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你打老婆打孩子20年，你们村里谁不知道？庄大民，是你要把你闺女卖了换钱，小强才报警抓的你。你现在倒打一耙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谁呀？跟我儿子说话轮得到你插嘴？小强，你听听，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？外人欺负你爹你就不管？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庄大民，你要演就继续演，但你记住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着。你说我不管你，你赌博闲债的时候是谁帮你还的？你喝酒打我妈的时候是谁挡在前面的？你要把我妹妹卖给人贩子的时候是谁报警救她的？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卖过你妹妹？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妈？你拿出证据来！空口无凭！你拿出证据来！没有证据，你就是污蔑亲爹，你就是不孝，你就是忘恩负义！就是啊，空口无凭，庄总，你起码得拿出点证据了吧？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您西装革履的站在这儿，而您父亲衣衫褴褛啊。李总也跟我谈上证据了，您不是最会撕毁证据、不谈信誉了吗？你庄小强，你不用说别的，你就是嫌我穷，嫌我丢人。你发达了就不认我这个爹，你还有脸站在台上，你还有脸说什么公道？你自己就是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东西，你连亲都不要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谈信誉？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你给我下来！你不配站在台上！就是，庄总，您不能因为现在有名气了，就随便往自己父亲身上泼脏水吧？您父亲这么大年纪了，您忍心吗？再说了，就算他以前有什么不对，那也是您父亲，您应该孝顺他，而不是在这里跟他对着干。是啊，得有证据才行。要是没证据，那庄总监可就说不清楚了。光说没用，这可是当着全行业的面，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以后谁还敢跟他合作？我看庄总监不像那种人，但他爸说的也有道理，没有证据就是空口白话。李总、刘天，你们一唱一和配合的挺默契啊，一个负责唱红脸，一个负责唱白脸，演得真好。要不要我给你们的演技打个分？庄总监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您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今天这事儿恐怕不好收场。您总不能让大家相信一个连亲爹都送进监狱的人吧？对，拿证据！你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污蔑亲爹，你就是不孝，你就是忘恩负义。你拿不出来，你就给我跪下道歉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磕头，你敢不敢？证据我当然有，我的人正在路上，很快就会送到。哈哈，庄总监，您这是在拖延时间啊！当着这么多同行的面，您要是拿不出证据，那今天这事儿您可就理亏了。您父亲千里迢迢来找您，您不但不认，还要污蔑他，这传出去，谁还敢把项目交给一个不孝子？庄总监，要不您先给您父亲道个歉，毕竟是他把您养大的，就算他以前有什么不对，他也是您父亲啊。各位老板，你们看看，我儿子要证据。我养他18年，证据就是他身上流着我的血，证据就是他是我亲儿子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们说还有什么证据比这更大？他要什么证据？他就是不想认我，他就是嫌我丢人，他就是想把我甩了。活了2辈子，倒是第一次看见庄大民这副样子，这头磕得真解气啊！庄小强，你说话，你是不是拿不出证据？你就是想赖账，你就是想不认我这个爹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不得好死！庄总监，您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今天这事儿您得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您父亲承认您不孝、忘恩负义。不过我想，就算您承认了，大家也不敢和您合作了吧？一个连亲生父亲都敢折磨的人，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出来？陈峰，你到哪儿了？他们现在把小强架在台上，再不来就来不及了。陈峰，杨总，我路上堵车了，马上就到。李总，您别急，证据会到的，而且等证据到了，您可能会比我还急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提醒您，等会儿别急着走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这都过去20分钟了，庄总说的证据还没来，该不会根本就没有吧？要是真没有证据，那庄总可就完了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亲爹骂不孝，以后谁还敢跟他合作？虽然我看庄总不像是那种人，但他爸这么闹，要是拿不出证据，再清白也说不清楚啊。庄总，都过去20分钟了，您的证据呢？该不会是根本没有吧？您要是拿不出来就直接说，别在这儿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忙人，没空陪您在这儿耗。就是庄总，您要是拿不出来就认个错吧，您父亲也不会真的跟您计较，毕竟是亲父子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你给我道歉！
你给我磕头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错了，说你对不起我，说你不该把我送进监狱，说你不该不管我。你说啊！庄总拿到了，全拿到了。法院的卷宗、邻居的证人、医院的验伤报告全在这儿。庄大民，你要证据是吧？我给你证据。这是当年庄大民与人贩子赵博勾结，要卖我妹妹庄映学的口供。赵博已被判刑。这是法院卷宗复印件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庄大民收2000块，把亲生女儿卖到山里，白纸黑字，还有他的手印。这还真是，签字、手印、日期、金额全对得上。畜生，连亲生女儿都卖，这还是人吗？怪不得庄总要报警，这种事换了谁都得报警啊！那是假的，是你们伪造的。我不认识什么赵博，我没收过钱，你们陷害我。这是村里20多位邻居的证言，证明庄大民长期酗酒、赌博、家暴，打我、打我妈、打我妹妹。庄大民打我妈20年，村里人劝多少次都没用。这个人就是个畜生，打老婆打孩子20年，这还是人吗？这种人还有脸来闹？这是医院的验伤报告，我妈额头上的伤被他推倒磕桌脚，缝7针；我妹妹的肋骨被他踢断，住院3个月，有记录，有医生签字，有医院公章。太可恶了，这种人还有脸来闹？他还有脸说别人不孝？就是，庄总报警抓他，那是大义灭亲。我要是庄总，早就跟他断绝关系了。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父亲。李总，您刚才不是要证据吗？现在证据有了，您还有什么话说？您刚才说我忘恩负义，说我不孝，现在您怎么看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觉得庄老先生可怜，帮他说了几句话而已。我又不知道他以前做过这些事儿，这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李总，您不知道，您真的不知道。那您是怎么认识他的？您是怎么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做那种事？我根本不认识他。你别血口喷人！庄小强，你别乱咬人。李总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，庄老先生是自己来的。刘天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去监狱探望庄大民的记录，要不要我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？这是监狱探视记录，2天前刘天去探望过庄大民，时长1小时，探视人的签名就是刘天本人。我去探望一下庄大民怎么了？我之前认识他，路过看看而已。看望朋友，刘天，你一个工程师跟蹲监狱的赌鬼有什么交情？你当大家是傻子吗？你去看他，是李总让你去的吧？去教他怎么闹、怎么演、怎么骂我，对不对？庄小强，你别在这泼脏水，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李总，我问你最后一遍，庄大民是不是你弄出来的？是不是你花钱让他来闹事？我没有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庄大民，你听见了？既然没有人帮你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越狱。你知不知道越狱有多严重？本来1年就出来，现在你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什么？越狱？我没有越狱。李总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是你让我来的。你说给我50万，让我骂庄小强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你疯了！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滚开，别碰我！李总，你不能这样，是你让人去监狱找我的，是你给我钱的，你不能不认账。这是李氏集团财务传给监狱的20万，备注：提前释放人员安置费。李总，20万买通监狱，您手伸得够长啊！我那是正常公司支出，我们公司经常做慈善。慈善？房地产公司给监狱捐20万，做什么慈善？小强，我错了，是李总逼我的，他给我50万让我骂你，爸错了。你错了20年，不是今天。你打我妈麦雪儿，从那天起你就没对过。小强，我是你爸呀，饶我一次，我再也不赌不喝酒了。你是我爸，但你也是丈夫、父亲。你打我妈卖妹妹时想过吗？你坐牢是咎由自取，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桥。各位，今天的闹剧到此为止。李总，你还有话说？庄小强，我认栽。李建国，您涉嫌行贿，妨害司法公正，请跟我们走。刘天，你涉嫌行贿共犯，一起走。庄大民违反监规，
跟我们回去。小强，我是你爸，你救救我！好，庄总监大义灭亲，恩怨分明。各位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现在继续开会。现在宣布，杨云腾建筑公司方案获评全省最优，让我们热烈掌声祝贺杨总，祝贺庄总！李总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只是想提醒您，庄大民拐卖妇女未遂加家暴，判1年已经算重的了。我提前把他弄出来，花的钱走的是公司慈善支出，这事儿我认。但他犯的罪就那么重，再怎么折腾也判不了更重。你在跟我们讨价还价？不敢，我只是想说，是我用钱引药逼迫他，他反倒算是受害者。你们要追究我，我认；行贿、妨害司法公正，我全都认。不过我这把年纪，身体一直也不好，说不定判个缓刑或者保外就医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别太乐观。我不是乐观，我是懂规矩，在这行混了20年，什么该认什么不该认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李总，你快把我弄出去啊！你当初答应过给我钱的。你在警察面前是怎么交代的？我说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你确定？对不起，李总，我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说是你们逼我的。我真不想把牢底坐穿啊。很好，你就说是我和刘天主动找的你，是我们逼你做事，你只是拿钱办事，别的一概不知情。明白，我明白，李总，我全都听你的。我已经跟律师打好招呼，你只要死咬住是我们强迫，你的罪就能撇干净，剩下的我来摆平。谢谢李总，太谢谢您了。我帮你不是白帮的。等你刑满出来那天，我要你彻底搞死庄小强。那个小兔崽子，我早就恨不得扒他的皮，吃他的肉。他最大的软肋就是你老婆和你女儿，这事儿你必须办成。做不到，我外面的人不会放过你。李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办到，绝对没问题。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到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李总肯定会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。李总，你救救我！你当初说过一定会保我的。刘天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那些钱款走动全都是您吩咐我做的，您不能抛下我不管啊！你现在唯一的出路，就是把所有罪责全都揽在自己身上。什么？我在外人脉根基牢固，很快就能脱身出去，唯独需要你先替我扛下一切。你就对外供述，一切都是你私自所为，只因一心报复庄小强。我会派人暗中为你周旋打点，最多服刑2、3年，好好表现1年半便能出狱。等你出来，我给你安排安稳高薪差事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我一旦认罪留下案底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哼，你若是不肯认，那才是真的彻底完蛋。你敢把罪责推到我身上，我外面的人绝不会放过你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这是在帮你，乖乖认罪服刑，短短1、2年便能重获自由，我定会重重补偿你。可若是执意与我作对，是什么下场，你心里一清二楚。我认还不行吗？这才是识时务的聪明人。被告人李建国涉嫌行贿罪、妨害司法公正罪，鉴于其主动认罪认罚、悔罪态度良好，且年岁偏高，身体条件较差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执行。什么？缓刑？被告人刘天犯行贿罪、妨害司法公正罪，鉴于其主动认罪、态度良好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。
被告人庄大民违反监规，擅自离开监狱，但鉴于其系受人胁迫，且原判刑期剩余不多，决定将其收监，继续服完剩余刑期。庄小强，你给我安分等着，再过2个月我便能出狱，到时候我定要搅得你全家永无宁日。李总，这次能判缓刑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，您往后低调一点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吧。李总，外面有不少记者想上门采访。不见，就说我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。庄大民那边都安排好了，都安排妥当了，单间监视、伙食待遇都照顾着，不会有人欺负他。就让他好好待着，让他清楚，我李总说话算话。等他出来之后，给我盯紧点儿。要是敢不听话，明白。庄小强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商场如战场，我在这行混了20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等你那个畜生爹出来，有你好受的。到时候不用我亲自动手，你亲爹就能把你活活拖死。哥，那个李总居然判了缓刑，凭什么？刘天才判1年半而已。别气，坏人杂草总会遭报应的。妈，庄大民没有被加刑，还有2个月他就要出来了。他不是本来该加重刑罚吗？怎么才判这么轻？他本身罪责不算重，加上李总那边一口咬死，是他们刻意强迫指使庄大民顶罪，自然从轻处理。那他出来以后还会不会再来找麻烦？妈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他再靠近你们半步。他要是再敢上门闹事，我绝不饶他。别怕，有哥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庄大民被李总刻意利用，又被我当众拆穿羞辱，心里积怨极深，一旦出狱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李总不惜花这么大代价保他缓刑，绝不只是为了简单恶心我，他们背地里一定还有更深的交易和阴谋。庄大民，你们想玩阴的，我庄志强奉陪到底，陪你们玩到底。庄小强，你在外面风光是吧？有钱是吧？等我出去，我天天缠着你妈，天天骚扰你妹妹，我倒要让你好好看看你亲爹怎么把你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。你以为你真能护住他们？我是你亲爹，我打你妈，卖你妹妹，在旁人眼里就是天经地义。你敢拦我，我就到处告你不孝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庄小强发达了就飘了，有钱了不认亲爹。我要把你的名声搞臭，让你在行业里彻底混不下去。庄小强，你给我等着！庄总，您还没走，我把项目收尾方案做了，您看看。不用，你做的东西我放心。庄总，今天是庄大民出狱的日子吧？我知道，刘天替他背了全部罪名，他们花那么大代价，一定还有后手。那您预测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？不是李总要动手，是庄大民一定会动手。如今李总身陷缓刑，不敢亲自露面，只会暗中威逼怂恿庄大民。庄大民本性自私贪婪，心胸狭隘，记仇至极。此前我屡次让他颜面尽失，如今只要旁人稍加挑拨，他定会不顾一切疯狂报复。那我们眼下该如何防备？全面布防，家中安保级别拉至最高，母亲和妹妹身边安排专人24小时贴身守护，公司内外也尽数加强巡查戒备。此人最擅长暗中伺机偷袭，专挑旁人松懈之时下手。好，我现在立刻下去安排妥当。这回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有机会伤害我的家人。庄大民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小强身边发生这么多凶险事端，却一字不提，我还是和哥哥闲聊才知晓，他向来这般固执又独立，却不肯让人分担半分。我必须尽快回去陪着他，好好看看他如今到底怎么样了。整整3天了，我天天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蹲守在这里，别说靠近，就连刘月平和庄应渠2个人的身影都见不着半分。那个狠心女人跟我相守20年，如今靠着儿子享尽荣华富贵，连面都不肯露一下。还有庄映雪那个白眼狼丫头，也处处向着庄小强那小子，半点不念父女情分。
庄小强定然早就提前安排好了人手，层层看守。我只要稍稍靠近，小区保安立刻就会上前阻拦。难不成我只能一直这么躲在暗处干等着，一辈子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？小强，千万不要出事，一切都平平安安的。大半夜专程赶来找庄小强，这女人是什么来头？深夜孤身来找庄小强，看样子多半是这小子身边亲近之人，说不定还是他的心上人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这下平白无故送上门一个绝佳机会。你是谁？我是小区夜班巡逻保安，见你一个女孩子独自站在这里，怕你遇上不安全的人。既然是保安，怎么没穿工作制服？夜里天气闷热，嫌麻烦就脱下来放值班室了。姑娘，你是来找住户的，我可以帮你用门禁对讲联系。不用麻烦了，估计朋友已经休息，我明天再来拜访。你是专门来找庄小强的吧？你认识小强？何止认识，我是他亲老子。你就是庄大民？连我的名字都清楚，看来你跟我那个不孝儿子关系可不一般呐。送上门的机会，可不能白白浪费了。妈，雨落姐姐发来消息，她说她回国已经到楼下了。明明说已经到楼下了，怎么突然不回消息了？兴许是楼下信号不太好，你直接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她把电话挂掉了，说不定她现在不方便接听，要不你下楼亲自去接一下。那我下去看看。等等，我陪你。妈放心吧，小区楼下到处都是保安，不会有事的，我很快就回来。雨落姐姐，你在哪里啊？师傅您好，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位年轻小姑娘在楼下等人？没有啊，小姑娘，我一直在守，但没见过外人逗留。不可能的，她明明说已经到小区楼下了。要不你再重新打电话问问情况？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？该不会真的出什么意外了吧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今天什么日子，做这么多菜？雨落刚刚说回来了，我这不赶紧做点好吃的吗？什么？雨落回来了？是啊，雪儿说她刚才发消息说在楼下，雪儿下去接她了，但是没找到人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概半个小时前吧。不接，他不接我的电话。雪儿，你在哪儿？哥，我在楼下。雨落姐姐给我发消息说在楼下，我下来没找到她，打电话她也不接。你站在原地别动，我下来。小强，怎么了？妈，你在家待着，哪也别去，把门反锁。哥，雨落姐姐会不会出事了？她明明给我发了消息说不在了，打电话她也不接。雪儿，你冷静，把雨落给你发的消息给我看。这是雨落的行李箱。哥，行李箱怎么扔在这儿？这是有人拖走了他。糟了糟了！杨哥，雨落出事了。谁？雨落？雨落不是在英国吗？他出什么事了？他回来了，在我家楼下被人带走了。我现在需要你帮忙查他的手机定位，越快越好。我马上查。小强，你报警了吗？先查定位，报警来不及了。你查到马上发给我。雪儿，你回家把门反锁，不管谁敲门都别开，听到没有？哥，雨落姐姐她……我会把她带回来的，我保证。小强，定位查到了，在城北的废弃仓库区，我把地址发给你了，我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到。杨哥，你别一个人去，我叫了人。我等不了，
你等我一起，别冲动。庄大民，一定是你。你蹲在小区外面，想对妈和雪儿下手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。雨落这个时候来了，他把她带走了。雨落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来？那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雨落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喜欢了。你不是问我喜不喜欢你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我就是个混蛋，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意识到？庄大民，你要是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要你的命！醒了，别费劲儿了，绑得死死的，跑不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？还这么盯着我，倒是挺有骨气啊！换了别人早就吓得尿裤子了。长得确实不错，难怪我那个畜生儿子看上你了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是老老实实回答，我就不为难你。你要是敢耍花招，这刀可不长眼。庄大明，你就是个畜生！你打老婆卖女儿，你不是人！那个小畜生跟你说这些，行啊，看来你跟他关系不一般啊。我问你，你跟庄小强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喜欢的人。哈哈哈哈！喜欢？你知不知道他把我送进了监狱？你知不知道他在几百号人面前羞辱我？你知不知道他发达了就不认我这个爹？你喜欢他？你喜欢一个不忠不孝的东西？他不认你，是因为你不配当父亲。你对得起谁？你对得起小强的妈妈吗？你对得起雪儿吗？你对得起小强吗？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教训我？庄大民，你以为你绑了我就能威胁小强？你做梦！小强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放过我？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不放过我。我告诉你，我把他养大，他欠我的。他让我坐牢，让我丢脸，让我在村里抬不起头，这些都是他欠我的。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我呸！你就是个疯子！疯子！对，我就是疯子！现在杨总逼我，我在庄小强家转悠了3天了，偏偏你撞上来，你就是老天给我的机会。只要我狠狠的折磨你，杨总就会放过我了，还会给我一大笔钱。小强，雨落在里面，定位显示就在这儿。那是我妹妹，你要我在这儿等着？杨哥，你信我吗？我信你，但你得把雨落完好无损的带出来。我保证。你们从后面绕过去，堵住所有出口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动手。是。小强，庄小强，你他妈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庄大民，放了雨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跟他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是你喜欢的人，怎么没关系？庄小强，你知道我在你小区门口蹲了多久吗？3天。我在你们小区外面蹲了整整3天，连你妈和你妹妹的影子都没见着。你把他们藏得真好啊！但是老天爷开眼，把你这个小情人送到了我面前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意？庄大民，你把他放了，我跟你谈。别过来！你再走一步，我就在他脸上划一刀！畜生！你敢动我妹妹，我杀了你！哥，你别听他的，他这种人说话不算数的。庄大民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那我得好好想想。我要钱，我要很多钱，但现在我想要你跪下给老子磕头，把老子那天受的屈辱都还给我。小强，不要！雨落，别怕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再喊我2声爸，说你错了，说你就是个畜生。啊！你打他！你敢打他！你他妈敢动他！小强，够了！再打就出人命了。小强，小强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来了。我还以为
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小强，你知道吗？雨落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喜欢我？对，雨落，我喜欢你。我之前不开窍，不懂什么是喜欢。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赚钱，怎么保护好雪儿和妈妈。我以为我的人生只要保护好妈和雪儿就够了。我以为我不需要别的，直到今天，我看到你的行李箱扔在地上，我知道你出事了。我差点疯了，雨落，我喜欢你。原来我早就喜欢你了。雨落，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对我好，不是因为你哥帮我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你聪明、勇敢、善良。你一个人大半夜从英国飞回来，跑到我家楼下，你这个笨蛋，你怎么就不怕呢？因为我想见你啊！我听哥说你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我1分钟都等不了。以后不许一个人乱跑，听到没有？那你也不许再瞒我，什么事儿都要告诉我。好，行了行了，别在这腻歪了，先把这畜生处理了再说。庄小强，你不得好死！庄大民，你绑架、故意伤害、非法囚禁，这次没人能救你了。庄小强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再说一遍。我说了那么多，你让我再说一遍。那就说我最想听的。我喜欢你。再说一遍。我喜欢你，杨雨落。哥和雨落姐姐谈了4年恋爱，现在终于结婚了。雨落姐姐真的成了我嫂子。雨落这丫头终于得偿所愿了。当初她为了小强，连夜从英国飞回来，差点出事。现在好了，一切都值了。华老师，您说庄总今天帅不帅？帅！我华珍的师傅能不帅吗？小强这孩子从村里走出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早晚有出息。现在他不仅是省建筑院特批的高级建筑师，有自己的大公司，还娶了个这么好的媳妇儿。2辈子了，上辈子我孤苦无依，到死都是一个人。这辈子我终于有了家，有了爱人。小强，我把我妹妹交给你了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饶不了你。杨哥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绝不会让雨落受半点委屈。各位来宾，今天是我们庄小强先生和杨雨落女士喜结良缘的大喜日子。下面请2位新人交换戒指。雨落，这辈子我会用我的一切护你无恙。各位长辈、各位朋友、各位同仁，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和雨落的婚礼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，除了娶到我最爱的女人，我还有一件事儿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。我决定从今天起，将我掌握的所有 BIM 技术完全公开。小强，你疯了！那是你的核心技术，你把技术公开了，咱们公司怎么办？庄总，您想好了吗？那可是您的心血啊！杨哥、陈峰，我想得很清楚 ，BIM 技术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它属于整个建筑行业。我当初学这门技术的时候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咱们国家的建筑业赶超国外。如果我把技术藏着掖着，只给我们自己用，那我一辈子也实现不了这个愿望。如今我是省建工的特聘高级建筑师，我有责任帮助我们建筑行业再上一层楼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会把我的 BIM 技术无偿公开，任何人、任何公司都可以来学，都可以用。我只希望咱们国家的建筑业能因为我的技术往前走一大步。好，庄老师说得好，这才是大家风范。这小子格局真大。今天累不累？累，但值得。小强，你真的要把技术全部公开？我已经决定了。那我陪你。你陪我？你不是要去全国各地讲课吗？我陪你一起去。
我好歹也是建筑系毕业的，虽然比不上你这个天才，但帮你打个下手还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一起。庄小强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眼睛里有一种东西，我说不上来，就是好像你看过很多，经历过很多，比所有人都多。也许我真的经历过。什么？没什么，雨落，你今天真漂亮，以后我会让你每天都这么漂亮，都这么幸福。你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？因为我今天终于开窍了。